今天很高兴来这个地方跟大家做一个语谈。好，我们刚刚上半场听到了4位学生他怎么样去突破这个所有的 barriers， 然后我们也看到我们的学长、我们的班长从学校的角度来告诉我们他们对于未来大学的想象，还有在想现在可能在执行的一些方式。但是就像我们班长刚刚提到的，他的愿景之一是希望可以增进所谓的社会共同意识。那当然我们就要去邀请一些其他的相关人士，也来跟我们聊聊这样子的议题。所以我们今天请到了这5位相关人士，好，包括我是6位相关人士，好。那这6位的话，我稍微介绍一下，但是我会等一下请教他们是他们自己认为为什么被邀请来，好。但是对我右手边的这位就是《天下》杂志的主编，也是我们的小林。然后第2位是我们这个，今天都不能讲院长哈，今天是负责在管社会科学院的学长 ，OK， 好。王学长，然后第3位是云象科技的执行长 ，OK， 赵源。第4位应该是相对年轻，不过因为大家都保持很好，所以看不出来他相对年轻。好，所以这一位是目前就职于 eSchool 的建成。我的右手边就是他自认为有点胖而且幽默的我们的校长。我就想要我就是谢老师不，谢学姐哦，我是谢学姐哈。所以聊聊看，你认为为什么婉莹为什么被邀请来？是我们抽签抽中的吗？我还以为会从你旁边开始。我想我觉得会邀请的原因，除了我是台大 EMBA 的校友之外，就是说，因为《天下》杂志长期都关心教育，然后每年出版的教育特刊一直是所有的家长或者是国高中老师的教学现场，甚至是大学的校长或大学非常在乎的一本刊物啊。那我们刚刚也出了一本教育特刊，刚好跟今天的未来大学的想法是非常呼应的。那所有各国的大学的最重要的改革就是素养教育，然后改革，而不是过去的那个知识的考试啊。那这件事情它在教育现场会发生什么样的改变？就是所谓的素养教育，就是说我们过去如果现在是一个 Google 搜寻知识都比你更了解的人啊，那其实现在最重要就是说你要运用知识来做什么，这件事情才是最重要的事情。那素养教育就是说，你可以运用知识来培养你自己的能力、知识、态度来解决问题啊。那这个在考试现场从招生开始的改变，就是说，过去我们就是用标准化的考试方式，选择认为 IQ 最好的人，然后进入了学校，那觉得这个就是人才。但是未来完全不是这样子的方式了，而且他希望你能够探索自我，能够了解自我最擅长的部分是什么，因为天生我材必有用，然后能够团队合作。所以过去那样子考试的方式，它会变成一个什么方式？就是彼此竞争，然后我旁边的同学就是我竞争对手，因为我分数比他高，我就可以有工作的机会，我就可以有进入台大的机会。那它是一个非常竞争，而且非常有时候他会非常 self-centered， 因为他最在乎自己的成绩，锱铢必较。然后呢，他也不太能够团队合作。可是我们未来人才真的不是需要这样子，譬如说我们今年发生的，譬如说 COVID-19， 或者是我们人工智慧的对于所有工作的改革改变，或者我们长照少子的问题，所有的事情都是需要你去了解问题、定义问题，然后用知识来解决这件事情哦。那他会更需要就是说，让每一个学生能够了解自己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特色，然后你需要的热情是什么，好奇心是什么。那学校透过这个来筛选人才，同时他更重视团队合作。那我觉得这个是基本价值信仰的改变，也就是未来大学如果要改革非常核心的关键啊。那我就是把我们对于教育现场全世界的一些变化来跟大家分享这件事情。谢谢。Okay, 好，谢谢婉莹，希望你没有把后面3题的答案全部讲完。不过刚才提到一个很重要，就是素养教育这个部分。好，那等一下还有一些你们也是天下杂志对于国内外高教的一些趋势，也希望你可以能够进一步的分享，好吗？那第2位就是管理这个社会科学院的学长，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今天你被邀请的原因是？
好，学姐大家好。我想今天我们谈这个未来大学，很大一部分就是谈这个特别是这个科技带来的变动，对于这个学校、对于社会、对于职场的这个影响，大学怎么应应。那我想在这方面呢，我们社会科学院受到的冲击相对来讲大一些所以这我才找我来谈的原因之一了那不过我刚刚突然好像也意识到，我好像也是这个有一个家长的身份其实我们是因为你是家长才邀请。糟糕，我这准备的方向都错了。好，谢谢我们的王学长。那这位云上科技的执行长。在座的各位同学，大家好。那我想，其实我被邀请来的原因，可能一方面我是一个典型的案例，但是又是不典型的案例。所以从典型的角度来讲，我念建中，然后考上台大医科，然后我到南加大念博士班。可能大家对于某种程度上学霸的想象就是长这样，但是还有我还没有讲完的事情。所以其实我把前面开场的4位学弟妹经历的路全都走过一遍，然后又走更多。那这就是我不典型的地方，所以我是重考上台大医科的。我在高3的时候呢，完全沉迷在这个奥林匹亚生物竞赛。为什么？因为我想要跳过联考，直接就是拿金牌，然后考上就不用考上，就可以上大学那但是当然我的梦就破碎了，所以我跑去重考。那重考之后又修正这个道路，又回到原本这个非常笔直的道路上。那医科念完之后呢，我就做了一个想得诺贝尔奖的梦，所以我就跑去南加大念博士班。很显然，我那个梦也没有成功，不然我现在就是在给这个诺贝尔奖得主的 speech 所以我在南加大的时候，其实做了很多非常基础的生物研究。我记得我妈妈在我出国念书的时候，她跟我说：“你是我们家族唯一一个医生，你真的要放弃医生吗？”我那时候安慰她说：“其实念完博士班还是可以回来当医生啊。”殊不知，其实我连博士班都没有念完。我在第8年的时候放弃我的博士班，这个对于一个放弃医学系跑去念博士班的人而言，是一个非常不寻常的事情。我到现在还很少知道我的学长姐有人敢在博士班第8年的时候放弃，而且我放弃的时候是去做一件最夸张的事情，我创了一个软体公司。所以这个是我在过去30几年都没有做过的事情，然后我决定放弃那个最笔直的道路，去挑了一条最歪的路。但是呢，在过去的5年之内，其实我们公司还成长了不少，成长到现在变成了60个人。我也聘了很多的这个台大的学弟妹。所以这一路走来，我觉得非常的有趣。就是在这过程当中，其实我一直觉得我好像走歪了，后来才发现，其实走歪的时候风景非常漂亮。因为我们在台大在医学系的时候，我都觉得我们大家都是在一条非常笔直的路上面比谁马力比较强，看谁最快到终点。可是后来发现一件事情，其实这个路是没有终点，而且这个路上的风景有点无聊，就是旁边开的车。那我做什么事情，我就把车往旁边开，就往路肩。我想说，为什么没有人往路肩开呢？就变成4轮驱动的车就可以了那旁边的路其实走起来有点痛苦，可是风景非常有趣，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被邀请来的原因。OK， 其实这个有道理。其实它的歪路过程蛮吸引人的，但是我觉得更吸引人的是他在歪路的过程当中，他还会看风景我觉得这个心态这件事情可能是还蛮重要的地方，这是我们想要跟你多聊的部分。好，接下来这个相对年轻的建成。我想应该是因为我的活力吧。Hello everyone， 好，还有一个重点就是我做了很长的教学，就是我的职涯的前段很长时间在教学，所以我一方面有可以同理老师的情境，那另外一方面我的很多工作伙伴是大学生，所以我可以多一点点同理大学生的情境，然后再来是我有5年的学校的行政经验，所以我可能也有这个同理的观点。那除此之外，我觉得今天蛮多朋友应该会想要提出台大没有做好，或者是没有做到的地方。那或许我可以有一些小小贡献，是在跟大家分享我们已经做了的事情。对，非常好，希望你有把安全帽戴过来，因为等一下可能会有历史。好，就是建成，因为他在 D-School， 我们知道说台大的 D-School 其实最近这几年尝试了非常多的创新，所以可以跟大家做进一步的分享。最后一位这个有点幽默又有点好。我觉得应该是我算是业界不太乖的代表吧，因为刚刚听了那个4位同学还有赵磊的分享，我觉得杂学校反而就是一个这些非典型不太乖人的避难所。
就他们特别可以分享，找到价值。那其实台大，我觉得我那时候看到有一个非典型的校长上任了以后，他长得跟我们班长有点像。哦，真的吗？对，然后我就觉得充满了希望，因为我觉得就刚刚讲的一句很好，我们以前就是这样赛车，像 F1 会绕弯路，我们就是走直线。所以大家知道，世界上有99.9%是没有道路的，好，但我们就一直在那个道路上，然后我们在以前的价值。所以我今天刚刚建成问我说，我今天要讲什么？其实我讲叫去中心化，就是说现在的整个世界，包括科技，包括这些非典型的人，他们，你看刚刚那4位学生，他也以传统的角度，他们根本就在做一些学生不该做的事情，对吧？每次去办什么展览，来找学校办哲学展，莫名其妙，对吧？不好好念书，哦，那我觉得这样的逻辑，接下来应该会是我论述的一个点。OK， 谢谢。好，所以这样子的逻辑，这样的学生应该还蛮适合去念那个不太乖的学校这个部分。好，喜欢我们的影片，请帮我们按赞、订阅与分享，也要开启小铃铛，才能收到新影片的通知哦。另外，我们还有 IG 与 FB 粉丝团，欢迎来追踪与按赞。